今天来做一集迎合一点的特辑，聊一个你天天用到却很少被讲清楚的东西——记忆体，特别是 AI 时代最关键的高阶记忆体。它怎么把一片片镜片像盖大楼一样叠起来？还有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这三家在背后打的一场硬仗。先讲个你可能没想过的问题，现在 AI 最大的瓶颈其实不是算得不够快，而是资料位不够快。一颗 AI 晶片像 GPU 运算力这几年爆冲，但负责送资料的记忆体频宽跟不上，结果就是晶片算完一批，只能干等下一批资料进来。工程师把这角记忆体墙，要反过这道墙，业界的解法很直接，平面摆不下，也不够快，那就往上叠。这个往上叠的产物，就是今天的主角 HBM 高频宽记忆体。它把好几片 DRAM 记忆体晶片一片片往上堆，从早期的4层、8层到现在的12层，甚至是6层，最低下还点一颗逻辑晶片，当地几根关夹，真叠镜贴在 GPU 旁边。为什么要叠妖镜？因为这样子聊通道可以开超级款，一般记忆体大概几十条 ，HBM 一口气开到以前024条，新一代 HBM40 再反背到2048条，通道越宽，一次送的资料越多。叠了10几层，每一层之间要怎么把讯号上下打通？答案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，叫 TSV， 中文是吸穿空。简单说，就是在晶片上垂直钻出几千个机细的孔，关进金属，变成一根根贯穿每一层的电梯。每一层大概要钻5000个这种垂直孔，让讯号电力可以在10几层之间用最短距离直接上下跑。这就是 HBM 又快又省电的秘密，路变端了。但要把这件事做出来是除了名的难。第一，每一片镜片都得先磨薄，波刀大约30到50微米，比一根头发还细好几倍，才叠得高，空猜钻的头。第二，层跟层之间怎么念？目前使用一颗科技销的微图块当含电接起来，而下一步大家在拼的是混合键合，直接让铜对铜贴合，不用含电，更迷更省电，但也更难。这里3家就分流了。海力使用一种特殊的磨风技术，散热和良率比较好。三星和美光则用另一种剥膜制成。谁的工艺问，谁就赢。讲到叠，还有另一个更夸张的例子，顺便讲给你听。你手机 3SD 里存资了的 NAND 快闪记忆体，它叠的不是晶片，而是记忆单元本身，直接往上盖。现在量产的海力士做到321层，三星286层，美光276层。三星今年还要量产大约430层的，实验室甚至做出了900层的原型。怎么叠这么高？因为没办法一次打穿几百层，所以是分东盖，盖好一段，再叠一段接起来。一颗支架打的晶片里，藏着几百层的摩天大楼，这就是储存能越来越便宜、越来越大的原因。最后将这场仗，高阶记忆体现在是《三国演义》。海力是因为支撑文有早早绑定 NVIDIA， 吃下大约流程实战，要么领先。美光靠着工艺追上来，超过了三星，排第2。三星虽然是记忆体一个，但在 HBM 这一章暂时落后，正全力反攻。而下一个主战场就是16层同道反背的 HBM4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今天每一颗最强的 AI 晶片旁边都得贴着好几叠 HBM， 可以说谁掌握了叠晶片的工艺，谁就卡住了 AI 的咽喉。而这里面从封装到设备，台湾的供应链也站在很关键的位置。一句话总结，当 AI 的算力冲到天花板，真正的胜负已到了怎么把机以提叠的又高有稳这件事上。下次你看到一颗 AI 晶片，
记得它旁边哪几叠小小的、密密麻麻的高楼，那才是现在最贵、最难也最关键的工艺。这集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。